我逃出农场，我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天津市，第二个目标是北京，先到天津。那么这个路相当远，那么我怎么到天津呢？那个时候晚上嘛，对不对？晚上，一两点晚上，它那个天空啊，天津的方向，那个天空是亮的，看得出来是吧？那个方向到天津的方向，可对准那个天空亮的天空。另外啊，那个唐山啊，有一个输电网，输到天津。我顺着那个输电网走的，但是我又不敢走公路，我怕有追兵。那么我就走田路啊，跑到那个田间啊。我不走马路啊，我怕有追兵啊。那么离开马路，我陷到那个越走越差了。走到哪里啊？陷到那个芦苇荡了。好家伙，陷到我的大腿了。那个芦苇荡啊，茫茫一片是芦苇啊，我出不来了，迷路了，在路那很危险啊，是吧？那往哪走啊？你越走你走错了，你越往走到那个路，那失去方向，那个路很广啊，那个路，那个你可以，那就走上死亡了，那个死亡之路啊，非常危险啊。好在什么？我在印尼的时候啊，童子军啊，我是童子军的头，3个负责人之一，我对那个星座看方向啊很熟悉。我一抬头一看，我知道那个星座了，就根据那个星座的方向摆脱那个芦苇荡了。好在就是我有这一点本领，如果我没有这一点本领，那可能完了，可能死在芦苇荡里头啊。好了，我摆脱芦苇荡以后，我就奔着那个天津走了。最后还是碰到那个金钟河，但是我呢游泳很不错的，我的游泳很不错。1952年呢，北京市第1届全市游泳比赛啊，我是拿到50公尺自由泳第10名啊，北京市啊。所以那个金钟河的话，对我来说，轻而易举了，对吧？一游就过去了，不算很宽了，对不对？后来我见到一个人呢，持枪解放军啊，我想是追我的，我后来藏在那个草丛里头，他没发现我想是追我的，他是带枪的，解放军到处这个探头探脑的，是吧？他是追兵我穿的没有发现我一直继续走，走了，你看从1、2点深夜，一直走到晚上7点，大概到天津了。到我就到饭馆去了。我有一点钱，也不多，但吃一顿饭没有问题吧？对。但是呢，要粮票，我吃不了饭，什么都买不到，一定要粮票，买饼干也不行，那么我也没有带水壶，一整天呢，那个
水也没有喝，就吃那个晒干的青蛙，除了那个就没有了。那么我后来在那个饭馆的，它有大镜啊，饭馆里头有镜子啊，对不对？在楼梯间呢，有镜子大镜就这几年劳动教养没有看过镜子，我在那个饭馆看，哎呀，我都不认得我自己了。这个脸又黑又黄又肿，就不像人脸了。我不认得我自己了，变形了，脸都变形了，可怕，又黑又黄又肿。我累的饿的走不动了，刚好前面有一辆卡车，没有顶的敞篷车卡车，我就上去了，一躺就睡觉了，对着星星，它没有敞篷的，对的，没有棚的，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无巧不成书啊！这个卡车正好停在派出所的门口，要命啊！那个派出所它是有灯的嘛，天津的派出所都有一个灯嘛，对，正好停在派出所的大门口。我一看不得了，赶紧逃了，逃是夭啊！我不敢坐火车，因为火车恐怕抓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汽车比较乱了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定时开车，比较乱，我就坐汽车了，公共汽车，就逃到北京了。首先我就到石鼓里，到这个胡宗雀父亲的家，对对，我要找他，为什么？我曾经托他探亲的时候托他带一些东西带回北京，要准备卖的作为路费嘛，对不对？我的衣服比较好的衣服了，我从清华当然有一些比较好的衣服，没有穿的衣服，母亲就是我的家里给我送来的，对不对？从印尼送来的衣服有一些新衣服，有几条了也不多新的还可以卖钱。他父亲探亲的时候，我托他带回北京，那么我就跟他要那个，我就问他了，那个衣服呢，我好卖嘛，对对，我要卖。他说已经卖了，胡宗雀已经叫他卖了。那么钱呢？他说钱胡宗雀拿走了，钱也不能给我，衣服也不能给我。那么我说你给我一点粮票吧，他就给我一点粮票了。我一看呢，我一进他的家，我一看呢，哎呦，我没有看过这样穷的家，真是这家徒四壁，除了一张桌子、一口板凳，就是他的客厅所谓客厅什么都没有。客厅就一张桌子，好板凳，这个是当过外交官的家，穷到这个地步，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家，第一次见了，我也可怜他了，对不对？演了算了，就不计较了，在心理上哎呀，算了，这样穷的人。对不对？我那个东西就你拿走吧。实在我也很同情了，对不对？太穷了，太穷。我只向他要一点粮票，那我马上就到饭馆吃饭了，狼吞虎咽了。吃完了，我不是到北京大学吗？我去找石鼓励。那么沿途呢，
不断的吃啊，哎呀，那个狼吞虎咽，又碰到那个推车的卖年糕的，北京有推车，那个年糕那个年糕那个不能多吃的，我又吃完饭又吃年糕啊，那个年糕能膨胀的，那个不得了的，胀到我的肚子怎么样？我呼吸不了了，我就躺在马路边了，会撑死的。李白呢，好像是撑死的，死在船上，我吃的太多，好像是嘛，是李白啊，好像是撑死的，我就差一点撑死，呼吸不了了，吃的太多啊，吃的太多，我就躺在马路上啊，动不了了。我想我死了，啊，躺了，好在就醒过来了，没有死，没有撑死，啊，我又走了，想办法去找史古力，但是呢，我不敢直接找他，啊，已经有名了，已经挂名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直接找他？那不得了了。我也不能进北大，北大要登记嘛？你找谁呀？你敢说你找史古力，找别人我不认得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其他人都毕业的，走的都不认得了，啊，我也不能进北大，啊，我只能到哪里呢？到中关村，就北大外面的宿舍区，是给那个主教啊，他们住的地方，住宅区，就中关村，现在成了科学院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中关村，北大的外面，我就找一个教授，奥地利籍的教授，教德文的，忘记叫什么，我忘记了啊，我认得他，啊，但是不是很熟，但是我认得他，他认得史古力，就是我托他转告史古力来见我，这个就安全了，对不对？由他来通知史古力，啊，我这个做事也是很细致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我在教养了这几年，从来没有洗澡，没有洗澡的地方就擦身体。后来不是劳改吗？20年中没有洗过澡，擦身体，他没有意识嘛，对。那么这个他是讲师，这个奥地利讲师啊，他宿舍当然有洗澡了，我就洗澡，那舒服的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洗了澡，吃一顿饭。啊，正在聊天，哎，他老婆来了，他老婆回来啊，他老婆是中国人啊。我一听有人进来，那我要命了，那不能让人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地方跑了，我钻到床底下了，是不是？没地方跑啊，突然有人来，钻到这床底下，他老婆就来了，好在。他老婆又走了，他没有留下，他又走了，我才从床底下钻出来。我只在他的屋子里头睡一天，我也不敢连累别人嘛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可以连累别人呢？啊，求他找史古力已经是谢天谢地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连累人的。我如果多住2天，那恐怕人家就检举揭发了，对不对？那不得了的，那你等于害人了。我只住1天，我走了，往哪走呢？啊，没有证件，你不能住旅馆，你也没有钱了，啊，我就跑到那，我只能跑到我熟悉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不熟悉的地方，我怎么去啊？那么我熟悉是清华大学了，清华大学4周的名胜古迹，那我是很熟的，我就跑到那里，圆明园，是吧？
我那个很熟悉，我经常去的。他离开清华大学很近的，圆明园的遗迹啊，就钻到那个野地里头，就睡在那边过夜嘛，只能在那边过夜。我没有想到那个蚊子太多了，你钻到那个野地，你没法睡觉啊，满脸全是蚊子，你怎么睡啊？我又离开了，找地方睡觉啊，你得睡觉啊。跑到清华西校门有个涵洞，就是公路啊，公路下的那个洞啊，洞口那个叫做涵洞嘛，三点水一个涵嘛，那个名字叫涵洞嘛，对，公路啊下面的那个洞，排水的那个排水沟的洞，那个叫做涵洞。它是干的，没有水，那我就在那个底下涵洞里头睡觉了。啊，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等我见过史古利了，见到他了，我求他借给我钱啊！我要逃往到云南，那个得多少钱呢？那个路费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个不少啊，对不对？不是1-20块钱可以买到车票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还要买其他的饰品啊、装备啊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这个起码得几百块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个史古利非常好，他很同情我，他也借给我，但是不够啊。他每个月只拿到零用钱80块钱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上次我提过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埃及的留学生，他是大学毕业，中国政府是给他100块，他自己的政府还给他100块，他是每个月有500块。但是呢，我不跟他来往，我不跟随便那个留学生来往，很危险的。我只是跟史古利主要的，跟其他留学生我都不敢来往的。我知道有留学生，我不敢来往。那么史古利就跟我说了，他自己钱不够啊，他要向别人借啊，而且他要向那个埃及的留学生，等到他卖他的那个什么那个留声机啊，那个比较贵了。要等到他卖留声机才能借给我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？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嘛。好了，我没有办法嘛，我走投无路了嘛，没有办法呀。你没有钱，你走不了，我只好就等。那等怎么办呢？就每天晚上就能住在那个涵洞啊，别的地方不能住啊。后来被发现了。这公安局就发现了，为什么他能发现我？我估计就是那个胡宗雀出卖的，因为我跟胡宗雀说过了，我逃跑的时候在外面怎么住在哪里？我只能住在清华附近的野地。我跟他说过这个话了，肯定他就报告了。他交代嘛，对不对？说我要住在那个清华附近的野地，所以公安局我就是这一点我就麻痹了，不应该还是睡在那边，因为我已经跟那个胡宗雀说过这个话嘛，我已经透露过这个事实嘛，他一定是去报告嘛，对不对？去坦白嘛，对不对？把我出卖了的，所以那天有一天。夜晚，我刚好要进那个涵洞，要去睡觉。我因为带背包2个公安人员抓住我，他说你是冯国强吗？我没有办法不说，你说也说，不说也说，我很厉害啊。那个都是这个是专门训练的人，他是捕杀队逮捕的捕杀是捕杀队那个公安人员是。最厉害的人员他是会一套武术的，
他就把我的手啊拧啊，他有一套啊，哎呀，我想我的手指都要断了，他掰我的这个手指啊，往后掰啊，然后呢，他附近已经准备那个小货车了，给他把我压到那个汽车里头，我当时就满头大汗了，我以为我的手指头断了，他是武力绑架，立刻就满头大汗了，啊，把我押到北京大学，给我拍照，啊，这个武力绑架，立刻把我送到，啊，那个是我后来才知道，啊，当时不知道在哪里那个地方，后来我才知道叫做草兰子看守所，也叫草兰子监狱。这个是北京最老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，都是老房子，四合院啊，很复杂啊，不知道一套又是不是一套是一套的，有一套套一套，那个四合院呢，啊，把我送在那边，那个是深夜啊，晚上大概12点，把我关押，关跟谁呢？国民党的高级人员也关在里头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原来是派他接管东北的，他是一个很高级，所以把他单独关押，其他人是集体关押。这个重要人物啊是单独关押，他就跟我说了，他是国民党派去东北接管东北的大连啊，很高级的一个什么市委啊，也是属于这种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国民党的，把我跟他关在一起，啊，但是当天晚上就把我分开了，跟他就分开了，就是暂时就是几个钟头关在一起，分开了。当天晚上黑夜，他是审讯，秘密审讯了，他这个共产党这秘密。都是晚上进行的，就我所知道，没有白天进行的，目的就是制造恐怖气氛呢。因为白天跟晚上那个是不同的，晚上是黑暗啊，对不对？人的心理啊是不同的，心理反应啊，晚上跟白天是不同的，啊，从那个牢房到那个审讯室，他有一段距离啊，哎，拐来拐去，那个是四合院嘛，那个很乱啊，那个房子很乱，是吧？左右是向左，右是向右。他是那个公安人员啊，提着那个冲锋枪啊，从后面压我的，啊，他把那个冲锋枪对着我。然后命令我向左，啊，向右，向前。我走在前面嘛，他走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向左、向右、向前，就这样命令我一步一步到那个审讯室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完全是秘密审讯，半夜3更呐，啊，这个审讯室是什么样的呢？它是有一个台子，啊，好像演讲台这样，一个台子，对不对？位置比较高，那个审讯员就在上面，就高高在上啊，就跟着法官，对不对？他是高高在上，我呢对面着他，坐在那个小板凳，这个他是故意做的，这个啊。造成一个什么
压力啊，高压低，你是处在地下的位置，它是处在高，就造成一种这样的形式，造成气氛啊，对不对？本身就是一个压力，就深陷我了，啊！你怎么来怎么去的，对不对？要冲突，他有一条特别重要，你是怎么逃跑的？他要知道啊，你是怎么逃跑的？那个是集中营啊，那个是不是？四墙都是高墙，有电网，有探照灯，有那个哨兵啊，你怎么逃跑？你怎么逃出来？你怎么逃出一家岭呢？我呢，没有告诉他钻铁网，我告诉他，我骗他了。我说我是从大门出来的，哦，哪有大门呢？那我骗他，他就问了：大门没有人看吗？没有人看守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我钻那个电网？我有那么个想法，如果他送回一家岭，我是老马识途，还得要钻电网，我不能告诉他，是不是？我还有这样的打算呢，是不是？老马识途，还要重新再逃跑。不告诉他，啊！但是我的案情呢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简单的嘛，老东家样，啊，就逃跑，没有复杂，我也没有其他的同案犯。有的人很复杂的，有7、8个同案犯，那又审讯，有的人审讯的几10次啊，都没有结案。啊，那解决不了啊，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，不能结案了。我这个审讯呢，就审讯1次，啊，就给我纸，那个纸一张也白纸了，上面就写印着亲笔供词，啊，给我那个纸，还有借我。可以用笔，给我笔，啊，叫我写什么呢？按照我交代的问题写出来，啊，亲笔供词，你光说不行，你那个是供词，对不对？那是口头供词，还要你自己写亲笔供词，这个是他的规定。当时这秘密审讯的结果，那么我回去就写了，亲笔供词写，怎么逃跑啊什么写，我交给他了，啊，写完了呗，第2天嘛还是第3天交给他，好，他大发脾气啊，拍桌子瞪眼啊，你写什么东西呀？啊，你写什么东西呀？他为什么发脾气？因为我只写过程，啊，我只写我怎么教养，对不对？我只写过程，我没有认罪，啊，我没有承认这个是一种罪，对不对？承认自己是犯罪，啊，怎么接受政府的惩罚，接受改造，没有写这些，没有写认罪，只写过程。只写犯罪的过程，没有这个就不行了。他大拍桌子，大瞪眼，你写什么东西呀？啊，重写，叫我重写。我呢，照样画葫芦。啊，我不会听你的，你叫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别人也许怕了。也许可以照你，我有我自己的，是不是啊？人格啊，有我自己的意志，对不对？我照样画葫芦，没有写认罪，我有交3斤，这个没有回应了，
他也没有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恨透我了，恨透我了。结果怎么样？好，再过等一等，还要讲一讲，在关押期间的生活，这个要讲一讲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要关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集体关押，对不对？七八个人，全部是这个已经属于这个不是劳动教养了，不是劳动教养了，这个是全部是反革命分子了，不是右派了，这个不同的罪名啊，全部是反革命分子，但是呢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谈案情啊，你也不知道他是犯什么的，不可以讲，只知道就是反革命分子。那个1号里头啊，大概7、8个人，有一个特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交代问题的期间，就关押期间呢、秘密审讯期间这个阶段，他采取什么地方呢？他采取什么手段呢？把你饿饭，把你饿着，用饥饿来强迫你去交代问题。就是说，你如果不交代清楚你的问题，长期就关在那边，不结案，不把你送到那个劳改队没有结案嘛，要结案以后，判决以后才送你到劳改队，对不对？劳改队当然吃的比较多一点，你要劳动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审讯你的时候，就是利用饥饿来逼供，这个手段非常厉害啊，非常厉害。那么一天只能2碗，给你吃2碗饭，白菜汤，什么都没有，当然是饿了。你在社会上你可以吃其他有菜啊，有什么对不对？还有其他的吃啊，小吃啊什么，你这个只有2碗平碗，就饿着你，饿着，有的人就几个月了有人3年了，有一个是据说就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给抓了，还没有结案，因为他的问题很复杂，一直在审讯了几十次，还没有结束。那么一般人呢，6个月或者1年可以结束审讯。那么6个月到1年、2年的那个，因为饿的什么，那个头发都可以掉的，掉头发，牙齿都可以松动的，你的指甲可以撕下来的，这样的呀，它的后果，饥饿的后果很可怕。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，那就是说，干脆赶紧交代问题了，赶紧结案，我赶紧把我调到劳改队了，可以吃得饱，对不对？赶紧交代问题啊，就是用饥饿来逼你交代问题。那么我呢，我的事本来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也要我半年呢。我本来的事很简单嘛，本来可以结束了嘛，对呀，可以起诉我嘛，也要我半年。我也受这个挨饿的苦尝过这个挨饿的苦，对不对？半年。那么我也知道了，
偷偷有人透露消息，我也知道了一些事，这个也很有意思，这个是暗中他是不许可讲案情，但是有人也透露了，你也堵不住，你也不可能完全堵住人家的嘴。好了，这个我介绍一下，很有意思，所有的都是反革命分子。你看什么叫反革命分子？好，有一个人偷偷的说，透露这个说，他是人民公社的社员，小年轻，派他去养猪，他不喜欢这个工作，要求调走，不能调走，强迫的一定要养猪，他不高兴他把那个猪给毒死了，毒死猪这个也叫做破坏生产。这个本来是形式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纯粹是形式，但是也上纲上线，变成政治问题，变成破坏人民公社，现行反革命分子，他的罪名还有一个也是人民公社的社员，因为他本来是个体户。他有自己的牛个体户，但是要强迫参加人民公社，他也不高兴，把这个牛把自己的牛毒死了，这个也是破坏人民公社，也是反革命分子，现行反革命分子。还有一个小年轻。他有亲戚在日本，他透露说他想去日本，这个也构成潘口头提，也成了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。这个人的名字我不知道，还有一个我认得他名字叫欧鸿礼，欧洲的欧，姓欧的欧。洪三点水那个洪水的洪，礼貌的礼，他的亲戚他是广东人，他的亲戚有在美国的，他写信给朋友说他想到美国去，这个信给公安揭发了，也当潘国头的反革命分子。现在他在美国这个芝加哥，他后来告诉我，为这个事他判15年了。他告诉我的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更奇怪的事名字忘了，小年轻17岁，不够那个成年，17岁大概，忘记名字忘记了。他是什么呢？别人给他黄袍加身封他为皇帝你说这个是什么怪事？别人一批人给他黄袍加身，认他为皇帝这个判他们还没有成年这个后来我才知道判了13年我忘记了那个名字忘记，我原来记得他的名字，现在一时忘记了。我就举几个例子，这些都是叫做反革，这个已经不是右派了，是吧？完全是反革命了最后呢，我拿到起诉书了，那个是检察院吧，对不对？起诉书了罪名就是反革命分子
我的起诉书人家还在，啊，是不是？都还在。起诉以后就把我调走了，因为那个草篮子也是暂时的，啊，倒是看守所也是监狱，他也是监狱，也是看守所，但是起诉以后把我调走了，啊。调走呢？调到哪里去呢？调到还是那个半步桥看守所，那个是集中的地方，啊。那么到半步桥的时候，又要登记了，啊。第一条就是犯什么罪，啊，我还是不写。他要求是写反革命罪，我不写反革命罪。根本我不可能承认是自己是反革命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罪名啊，我空着。好了，那个管理人员呢，就是那个狱卒、公安人员一看，我不写这个犯什么罪的，就是你不认罪。而且我跟他说了，我直接跟他说了，跟那个管理人员呢。我说我准备上诉，因为他那个起诉书很厉害呀，把我说成了不得了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不符合事实嘛，所以我跟他说我准备上诉。这句话准备上诉这句话，就是不认罪的表现嘛。马上把我调到什么？严管队，啊，那个看守所里头也分的，有的是普通的监号，有的是严管。这个严管队可是厉害了，啊，厉害了，是吧？怎么个厉害呢？从起身开始，早上。固定你也坐在那个康箱板，动都不能动，盘腿，一点都不能动，就把你像钉子一样，就跟那个啊，比那个在那个海淀那个啊分局更严啊，之间。跟你的旁边的人邻座，这旁边当然有人了，对不对？挨着嘛，盘腿坐，一句话都不能说，啊，就把你当做木头了，用钉子钉死你，一句话都不能说，一天到晚呢，从早上到晚上就盘腿坐在那个。板凳上，那受得了吗？你那受不了的啊！那么这是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呢，批斗，需要批斗人的时候就批斗，那么强迫每一个人要发言，批斗某某人，啊，一批斗就是1个礼拜。另外呢，你虽然不许说话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要洗脑啊！天天有那个牢头，他指定的牢头念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就是法律嘛，就是法律嘛啊！有那个牢头念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，然后。强迫每一个人发言，啊，说是什么呢？讨论。实际上是什么的讨论呢？实际上是什么？就强迫你重复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，他说什么，你重复说什么，就是等于鹦鹉学舌。谎言重复100遍变成真理，没有错。这个他厉害是什么？
所谓讨论，就是让你重复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，让你说共产党喜欢的话啊，伟大，毛主席伟大，共产党伟大，伪光正，对不对？怎么正确？天天让你说这个所谓讨论，所谓政治学习，就是重复中共的标准语言。你成了鹦鹉，你成了留声机，就是这个严管队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一天有一个干部找我了，那个判决书下来了，啊，就是法院的判决书下来，本来应该到法院去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他法院的人送那个判决书送到我手里，判无期徒刑嘛。那个判决书现在还在手里，对不对？判我无期徒刑，就说我要逃跑，因为我要交代啊，我的目的我要逃跑到云南呢，我交代啊，我不能不交代，因为那个胡宗秀肯定已经出卖我了嘛，对，他知道了嘛，对，我什么都告诉他嘛，我要逃跑，我要到云南，就是想他已经交代了嘛，他已经交代，我交代不是等于也是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有不交代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他也肯定已经交代的，所以我那个逃跑到云南的时候，我全部交代，所以这个作为什么呢？这个就上纲上线了，叛国投敌啊，叛无期徒刑，判决书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什么可以上诉，他有规定的10天。他就给你指他允许的嘛，对吧？给你吃，给你比。那我就从早上起来，一直到晚上就寝了，多少钟头啊？天天写那个上述材料啊，写了10天呢。你说我写了多少厚？天天写8小时吧。写了10天80个小时，多少？那实际上就写了一本书了，是不是？我从8岁起，因为他要交代问题，一般呢，简历一般都要8岁都要写简历。我从8岁起写，等于写我的一生了，这个等于我的上诉啊。他所给我的罪名全部一个一个，我把它驳斥了。当然我驳斥，我不是乱骂，对不对？我是根据道理一条一条反驳，我不能乱骂，对不对？乱骂那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实事求是，你说的那个不对，我给你纠正。你的判决书的每一句话不对的，我给你反驳。我的上诉好了，我还顺便说一说，在我写这个上诉之前呢，我听人家说听人家说不要上诉不听人家说，凡是上诉的都没有好下场，都加刑。这个我听人家说，在我写上诉的时候上诉之前呢，听人家说上诉没有一个好下场，所有上诉的都加刑那么我一想，我是判无期徒刑，我如果上诉加刑的话，那就是判死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呢，我想
判无期，那我一起无期，我还不如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还是上诉。你要判死刑就判死刑了，我宁肯死嘛。那判无期徒刑，你说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永远在监狱里头，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所以呢，我不考虑那个死刑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宁肯死刑也好，对不对？你判我死刑了，我宁肯。所以我写了10天，啊，那么等了1年，啊，整整1年了，啊，又来了这个最后的裁定。你看呢，这个奇怪不怪？改判5年，承认这个第2个裁定啊，承认那个判无期是过重了，他承认过重，但是呢，那个罪名啊，还是反革命分子，我就不服这个。我要再上诉，他说不可以。我说我要再上诉最高法院，他说不可以，你上诉只能1次，但是你可以申诉。好了，我又写了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。我不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。我没有做反革命分子的事，啊，学校的事那是具体的事，潘志明的事，对不对？那叫什么反革命啊？是不是？那是台灯逼供，那是学校错，不是我错，那叫什么反革命啊？但是呢，最高人民法院呢，驳回，维持原判。还是维持5年徒刑，罪名还是反革命分子，那我没有办法了。这个已经到了最高人民法院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，我无能为力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负心了，就变成真正的劳改犯。